1月9日，德国选择党党魁维德尔与马斯克通过 X Space 平台进行了一次在线语音对话，引起了全球关注。德国主流媒体一直别样对待德国选择党，所以在报道本次对话时，我发现有失偏颇。比如，德国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 NTV 就非常具有导向性，完全丧失了媒体所谓中立原则。德国电视一台的报道也从自身立场出发。最后我发现，德国经济周刊的报道还算相对中立只是相对哦，还是有立场倾斜的。咱们今天来看看这家媒体的报道。埃隆·马斯克与爱丽丝·维德尔整个对话过程。埃隆·马斯克周四在线平台 X 上与德国选择党政治人物爱丽丝·维德尔进行了对话，都讨论了什么呢？1月9日，选择党领导人爱丽丝·维德尔与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在其 X 平台上进行了讨论，于晚上7点在 X Space 开始，对公众开放。马斯克首先介绍了维德尔，称他是德国政坛的领军候选人。随后，他向观众介绍了自己的政党。但对话是如何进行的，又讨论了什么？现列出最重要的几点。埃隆·马斯克和爱丽丝·维德尔，这是 X 直播谈话的主题。在对话中，马斯克一开始是主要的提问者，双方都同意对方的观点，也经常大笑。维德尔首先对默克尔政府进行了全面清算，他称长期担任总理的基民盟的默克尔是德国的第一位绿色总理，并批评了他的移民政策以及逐步淘汰核能和转向可再生能源的做法。马斯克随后建议德国重新使用核能。马斯克说，德国需要再次加强这种能源。维德尔表示同意。下一个主题是官僚主义。马斯克诉说了他的经历。他说，特斯拉位于柏林附近的工厂获得许可证的程序涉及2.5万页纸张的文件，而且还有大量的复印件。马斯克说，满满一卡车的纸，然后每一页都要盖章。维德尔笑着同意对德国官僚主义的批评。在采访中，这位美国亿万富翁还重申了他支持德国选择党的选举建议。马斯克在与该党总理候选人交谈时说，人们想要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投票给选择党。他补充说，只有选择党才能拯救德国，才能结束目前的状况。马斯克还谈到了移民问题。这位选择党政治人物随后说，根据官方数据，自2015年以来，已有700万人抵达德国。他没有说明这一数据的来源。维德接着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越过边境之前就已经扔掉了护照，以免被驱逐出境。根据德国外国人中央登记处的数据，截至今年上半年末，约有350万难民居住在德国。其他话题包括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和德国的教育体系。维德尔还与阿道夫·希特勒保持了距离。维德尔在 X 平台上进行了对话时谈到希特勒，他说他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者。我们恰恰相反，我们是一个自由保守的政党。选择党只是被媒体和左翼绿色圈子诬陷为极右翼。这位选择党政治人物在谈到互联网监管时，又拿希特勒做比。他说，你知道阿道夫·希特勒首先做了什么吗？他关闭了言论自由，控制了媒体，否则希特勒永远不会变得如此强大。谈话的最后，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当维德尔问起马斯克最喜欢的话题之一火星之旅时，马斯克如痴如醉，然后在他长篇大论的解释中几乎插不上一句话。最后，他问马斯克是否相信上帝。他说他对这个想法持开放态度。这位选择党领导人回答说，他还在寻找答案，并以这太美妙了结束了谈话。这次对话持续了1个多小时，用英语进行，是两人之间的首次私人交流。全世界都在关注这场对话。欧盟和联邦议院管理部门也对其干涉选举的指控进行了特别审查。各方反应如何？在现场讨论之前，联邦议院管理部门宣布将调查这是否是一起影响竞选活动和非法政党捐赠的案件。莱茵邮报最初对此进行了报道。Lobby Control 组织也提出了可能隐瞒竞选捐款的指控。该采访在 X 上的传播范围可能比其他用户的帖子要大得多。在这方面，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政治广告，因为 X 平台通常会以高价出售此类报道。维德尔的发言人拒绝了这一说法。
这次活动是一次合法的、无预演的公开对话。专家们认为，这也没有从根本上违反互联网平台必须遵守的欧洲数字服务法。欧洲数字权利协会的网络平台监管专家杨·彭弗拉特强调说，如果马斯克利用自己的平台让某些政治声音更加显眼，比如通过改变向用户显示内容的算法，那就有问题了。动用欧洲数字法的另一个出发点是对话中的非法言论，如对纳粹政权的轻描淡写，有明确的规定责成平台及时下架内容。当局，包括国家当局，可以主动采取行动。批评者指责马斯克利用其巨大影响力影响德国大选结果。他在 X 上发布的信息被全球超过 2.1 亿用户阅读和分享。埃隆·马斯克与爱丽丝·维德尔的 X 在线对话的缘由。马斯克在德国《星期日世界报》上发表客座文章，宣传选择党，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批评后，一位 X 用户提出了与维德尔对话的建议。这位亿万富翁后来写信给一位亲选择党的网红，后者也对这场辩论发表了评论。等着看我和爱丽丝的 X 空间对话吧，然后他们就会失去理智，并配上2个带着泪水的笑脸。几天前，他已经在一段亲爱的埃隆视频中感谢马斯克对选择党的支持。不久之后，维德尔的发言人报告了与马斯克团队的现场对话交流。马斯克在几个月前就对选择党的竞选计划产生了兴趣。我们跳过2段。2025年联邦议院选举，选择党的民调情况如何？选择党目前在联邦议院选举中的民调结果在 18% 到 20% 之间。联邦宪法保护办公室正将该党作为疑似右翼极端组织进行监控。选择党在德国东部的选举中表现尤为突出。德国统一后，右翼极端主义政党在那里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本周六，维德尔将在里萨举行的选择党党代会上正式确定为总理候选人。埃隆·马斯克能在德国联邦议院选战中帮助选择党吗？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只有 4% 的人认为埃隆·马斯克为选择党推荐的候选人损害了该党的利益。在民意调查机构 YouGov 代表德信社进行的一项代表性调查中， 59% 的受访者认为马斯克实际上帮助了该党， 24% 的人认为没有影响。好，我们又跳过2段。欧盟监控马斯克的活动已有一段时间，针对他的平台 X 的诉讼已经进行了1年多。欧盟正在调查该平台是否违反了欧洲数字服务法。X、TikTok 和谷歌等大型平台必须遵守某些规则，否则将面临严厉处罚。尽管欧盟委员会强调马斯克等平台所有者的言论自由也受到保护，但平台必须确保不被用于操纵选举或破坏民间言论。政客曾提前报道，由多达150名欧盟委员会官员组成的团队将关注马斯克维德尔的谈话。不过，据说重点并不在于谈话的内容，而在于 X 算法是否会将现场直播如此突出地传播给欧洲的 X 用户，从而为选择党带来选举优势。这节德语油管频道进行了网上直播，到目前为止，观看量已经超过160万，评论近2700条。我们来看看一些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现在唯一缺少的是特朗普当上总统后会访问德国，并在这里与维德尔女士见面，但不会与现任联邦政府见面。下一条评论：老实说，德国可以为爱丽丝·维德尔感到骄傲。继续往下，终于有一个会说德语和英语的政治人物了，很棒。德国知识点评：其实我觉得维德尔说的英语里面夹杂着很重的德语口音，而且不是很流利，这是我的观点啊。我们再往下，世界首富以你我一样的人类自居，我很着迷，马斯克先生，我向您致敬。下一条评论：太棒了，民主和言论自由的2座灯塔，谢谢。继续往下，全力支持爱丽丝·维德尔。现在我们只需要爱丽丝总理了。继续往下，2个聪明人之间愉快的对话，谢谢。再往下，感谢这个频道的整个团队，使这次直播成为可能。祝贺爱丽丝·维德尔和埃隆·马斯克，愿他们的愿景和努力取得成功。再往下看，
令人耳目一新。终于听到两个有头脑的人在谈论世界和政治了。下条评论：维德尔女士最后的外交辞令非常精彩，简直太棒了，她具备成为总理的条件，上帝保佑。继续往下，两个非常聪明的人希望选择党成为最强大的政党。我是外国人，我不怕这个政党，希望德国人最终觉醒。这个政党只代表正确和理性。下一条评论：哇，多么精彩的对话！终于让对方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并倾听了对方的声音，这才是一场深刻的对话。我衷心感谢所有促成这次对话的人。好，朋友们，大家可以看到，这都是赞美的评论啊，没有一条是反对的。前面提到有150位欧盟官员密切注视了这场会谈，可见欧盟是非常担心的。接着我们来看看德国主流媒体《世界报》上的网友评论。《世界报》是中间偏右的德国媒体。第一条评论：哦，是的，150名欧盟官员不得不听这些话。单凭这个说法，我就认为维德夫人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下一条评论：维德博士的商务英语非常出色，与我们最优秀、最聪明、最漂亮的外交部长的英语形成了鲜明对比。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他的硕士论文了。大家可以对谈话的诙谐内容各抒己见哈。继续往下，国家的职责不是观察人民的讨论，无论在哪里进行，在电视上还是在社交媒体上，只要不违反法律，就对其进行审查。他说的很对，正是那些总是把民主和言论自由挂在嘴边的人，想要越来越巧妙地限制民主和言论自由。想想那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各种告密门户吧。我们再往下，德国反对他俩谈话的闹剧令人费解。如果马斯克与梅尔茨或舒尔茨，或者最好与哈贝克交谈过，会有什么反应呢？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人们可以交流思想，对选择党的不断排斥只会适得其反。我国际选择党在即将举行的大选中的支持率为25%，这并不是因为选择党有多么伟大，而是因为当前的糟糕政策损害了大多数公民的利益，而且还不断表现出傲慢和优越感，凌驾于其他价值观和建议之上。再往下，我们的同情真的很有限。他们为什么要让150名官员关注这样的对话？难道他们指望这两个人会像当年的施陶芬贝格一样安排政变，或密谋反对德国总理吗？这个欧盟简直太可悲了。不管我觉得这次谈话好不好，我都要感谢埃隆，因为它发生了。这就是我所理解的言论自由。下一条评论：150名官员监督一次个体之间的对话，这是在深深的中世纪啊！这就是民主守护者想要成为的样子吗？我说，恰恰相反。继续往下，很明显，他们今天都踹不过气来。他们是我们民主的守护者。我听了整个对话，觉得非常有趣，出乎意料的轻松语调。终于有一位德国政治人物能说恰当的英语。我完全同意库比奇先生的观点，这样的对话非常重要。你还必须接受其他观点。当拉尔夫·施特格纳不高兴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对比说明了一切。最后，我们来看看中间偏左的德国媒体《明镜周刊》在 X 官方账号上的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我觉得爱丽丝篡改历史和厚颜无耻的谎言很能说明问题，更不用说8年级水平的超级烂的英语了。下条评论：这个讨论有什么意义？决定性因素是维德尔精神过度疲惫，准备不足，必须强调这一点。例如，他是如何与以色列问题匆忙周旋的，或者不知道马斯克因为建造汽车工厂而了解德国的官僚机构等等。继续往下，这是《明镜周刊》的廉价宣传。我敢打赌，如果他邀请的是左派政治人物，这篇文章就不会写出来。再往下，你们《明镜周刊》没听对话吗？都是些琐碎无聊的戏谑。你们的文章就像甲状腺肿大一样多余。好，再往下，就这英语水平的英语，他真在高盛工作过？
下条评论。至少这篇文章再次告诉我们，民进周刊已经与新闻业无关了。继续往下。是的，请对他采取行动，或者做点别的什么，这样即使是最后一个人也会明白整个局面变得多么荒谬。德国公共媒体也是由每一位选择党选民资助的，该党的代表性严重不足。你们现在还来抱怨其他地方有更多观众？好，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比尔盖茨向你们捐款时，是为了获得左派绿党的合作。你们民进周刊是党派捐款的中间人。好，朋友们，最后补充一点背景知识：德国公共媒体给德国选择党上镜的机会很少。公共媒体就是强迫收我们电视费的，然后资助的那些媒体，比如说德国电视1台呀、德国电视2台呀，还有每个州他们有自己的公共电视台。这些媒体呢，都是由我们纳税人资助的。但是呢，这些媒体呢，给德国选择党上镜的机会很少。这次韦德尔与马斯克网络会谈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德国政客还有其他党派眼红了，一些政客甚至扣帽子说，这样的会谈等同于非法政治捐款，也就是非法政治献金。呵呵呵，西方国家不仅对中国，对自己内部其实也是双标的。当他们拿比尔盖茨、索罗斯等人的政治捐款时，理直气壮，人家韦德尔与马斯克会谈就不行，这也是很多评论吐槽的原因。今天的话题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见。